Hello， 大家好，我是真友，真正的真，勇敢的勇，谢谢大家。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我是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边疆少年。是不是大家看见了边疆，没看见少年？那除了这个长相之外，我其实最大的特别是我的口音，大家听得懂吗？听得懂。对啊，我这口音很奇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我妈到今天她都甚至不理解我这普通话能靠说脱口秀赚到钱。我妈不知道我选择了多艰难一条路呀。其实我这口音打电话很容易赚到钱的。我这口音也给我带来很多困扰。我这口音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是那个读书背文言文的时候，老师说我的口音话比文言文还要难听懂。记得有回背这个《月牙楼记》，我当时就背我说齐碧渊，谢地亚子又爱又好像是了爱了。不要这老师生气的跟我说：“真勇，要不你拿你家乡的方言背背吧，这样至少能保证月牙楼在中国。”但其实造成这口音的原因是我说少数民族话，我是少数民族，而且出生在那种多民族聚集地。我告诉大家，我是那个出生在云南省红河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哈尼族。那在多民族地区生活，真的会显得我们哈尼族很普通。你们听听看，苗族人会下蛊神奇，傣族人过泼水节热闹。我查了半天，我们哈尼族唯一的宣传点叫大年初一不出门。这算什么民族习俗呀？那2020年的春节，全世界都是哈尼族啊？但是很多人对我们这种多民族地区很好奇。之前就有人问我说：“你们那边是不是还有民族住在那个部落里面？”部落，我们那边早就改名了，叫社区。刚刚改的时候，还有人说要派几个物业来保护我们。我们说好的，我们会保护好这些物业。还有人更好奇啊，之前有人跑过来跟我说：“真有，你们那么多少数民族，小学的时候一起读书，民族之间不会有文化冲突吗？”我小学的时候连文化都没有。所以没有文化，只有冲突。比以前我们的冲突根本打不起来啊，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对方在骂什么啊。除了少数民族聚集地之外，这里还是祖国的边疆边境。我告诉大家，我出生的地方有多边疆。就我出生的老家有块地种着香蕉，这边是香蕉，这边是进口香蕉。就有多边呢？就是我国最著名的那个边塞诗人王昌龄，他对我们来说他是内陆诗人。他被分配到那个边疆，要到我现在的老家，还得再被分配一次。有的人出生的地方条条大道通罗马，我出生的地方条条小路可以到金三角呀。但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点，我今天生活在成都，我妈生活在这样的老家，她特别担心我在成都被人卖到缅北。我说妈，更应该注意人事你吧。我在成都离边界线1000多公里，你在老家离边界就只有1公里。但我妈这个人特别乐观呀，她跟我说：“孩子，我担心啥呀？对面的现在我熟悉了呀。”被骗过去了，我骑个摩托车就回来了。难道那些被骗到缅北的人，他们没能逃出来，是因为他们不会骑摩托车啊？而且摩托车如果在缅北这么管用的话，社会应该给我们云南边界1人辆摩托车，特别是我们那边外卖骑手的电瓶车换成摩托车。没事的时候送外卖，需要的时候过去接人质。
到时候我们派骑手打过去了，对吧？对面的人看见我们打过来了，跟他领导在那汇报说：“领导，对面的打过来了，他们派了个团，什么团？没有，不知道，反正他们边跑边喊，赶紧接，要超死了，要超死了啊！”而且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在这边老家的原因，我发现每次回老家，大数据对我有偏见，手机大数据对我有偏见，因为我给大家刷到那个境外电信的新闻标题是不一样的。哎，你们刷到的是境外电信就是诈骗，缅北园区有多危险，而给我推送的新闻标题是还在诈骗吗？这就是下场。好，今天讲到这，现在我是边家少爷郑勇。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勇。我们从这个黑灯的说唱世界里面来到我口音的世界，好不好？我是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哈尼族，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嘛，所以从小讲这个民族话，我的普通话很差。但是大家敢相信吗？就我这口音，我大一的时候居然敢去参加我们学校的演讲比赛。我当时去到后台，前面的演员讲得太好了，普通话太标准了。我当时在后台上想了呀，我今天唯一能赢的一种方式是，让评委把我认成外国留学生。所以我上台之后疯狂学那些留学生说话，我甚至为了拿高分，我学他们喊“我爱中国”。而且我这个哈尼族是生活在一个去年非常火的一个山区，叫哀牢山区，大家刷到过吗？对，网上说哀牢山很神秘、很恐怖，之后火了，很多人就发消息来问我说：“郑勇能不能带我进山？进山是不是不要钱？”我说：“是的，我们那里进山是不要钱，但是救援要钱。我们那里的 GDP 现在就靠救援队拉动啊。”所以因为是山区，所以我这个普通话很差的，还有个原因是小时候老师的资源非常落后。我普通话那么好，要感谢我的小学语文老师。他身兼多职，他同时是我的数学老师，我的副校长，也是我的大姑爹。大姑爹就大姑父的意思。他没上过什么学，就来教我们了。就你们遇到过一种情况吗？就是老师跟同学一起解题，同时解不开。这道题被侯佩岑老师解开了。我都怀疑他不是来教书的呀，他是来跟我们一起复习啊，因为他也想考初中呀，我感觉。但是他比你们的小学语文老师伟大多了，因为他的确做到了，把毕生所学都教给了我们啊。哎，这其实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环境也非常差，我们学校就在那个村子里面，旁边是村民养的那些家禽家畜。小时候大家也做过那个鸡兔同笼的题。我们都不用算，我们直接出去数。但我数了很久，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答案：鸡和兔真的很难同笼啊！这动物根本关不住，它跑进来学校里面捣乱。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面解题，有2头牛就冲进来了。我们说：“老师牛啊牛啊！”老师说：“谢谢谢谢。”但是他转过来之后发现情况不对劲，他要立马紧急停课，想让赶我们走，让我们回家。但是我们一个学生也没走呀，我们想看呀。所以这么跟大家说吧，我小时候云南半步都没出过，但是我在现场观摩过西班牙斗牛。所以小时候一直感觉我一直跟动物生活，这给我留下了那深深的印象，以至于我长大之后去酒吧，我那个逛山园的游戏都脱口而出。啊，记得有一次喝酒醉了，别人问我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说有教学楼。他说没有，我说有大姑爹吧啊。教材也非常落后，教材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他们会在上面乱涂乱画。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教材，课本上齐白石的虾，到我这里的时候已经在约压锅里了。他们还把课本上所有人物的这个眼睛涂掉，就抠掉，就是人家齐白石画虾，他们把齐白石画虾。
后来终于情况好点了，终于有个师范生来教我们编家了。但是师范生的这个师范老师的生活更艰辛，他要去跋山涉水，去县城运输一些物资回来给我们。就比如那个方便面，小时候在我们那里很稀缺，方便面，在我们那里很稀缺，它甚至都不是一种主食，而是一道菜，很美味的菜呀。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那个方便面配米饭，每次吃完我感觉幸福的头昏眼花。现在我才知道叫晕碳啊！有次也很奢侈，老师给我们带来了4种不同口味的方便面，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4菜1汤，所以吃的很艰难。我们少数民族是吃那种野菜、野果。有一次我就把我家的野菜给老师吃了，老师说：“真有这野菜真的能吃吗？”我说：“老师，这野菜当然能吃呀，我们哈尼族祖祖辈辈吃了3000年。”把自己吃成了少数民族。但是我们现在边疆条件好起来了啊，赶上了时潮，还喝上了新上市的统一春福备茶，采用生活工艺啊。边疆人民还是不太适合接商务。好好做喜剧吧。但是对于当时的老师还有个特别难的点是洗澡，我们都是在河边洗，但是他不好意思跟我们洗，他就要跑去深山里面洗。每次他跋山涉水去，跋山涉水回来，相当于白洗啊。但每次他往深山洗的时候，我们很担心他呀，担心他不熟悉路危险，更担心他太熟悉路了就走出去了，再也不回来了啊。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这么条件艰苦下，有的老师坚持了半个学期，有的老师坚持了1个学期就走了，这个老师坚持了3、4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跟学校签了5年的劳动合同。不过这个老师特别好，他坚持了6年才走的。老师还特别好，走之前还跟我说：“曾勇呀，我特别看好你，你一定要努力走出前面这座大山。”我说：“可是老师，走出前面这座大山，对面是越南。”但我今天想站在这个舞台上跟老师说，欢迎老师回到我们边疆，现在我们那里有洗澡的地方了，我大姑爹也退休了，欢迎你来当校长啊！别想到这下郑勇。好，大家好，我是郑勇。你们发现吗？真的很特别是吧？连长相都很特别。现在很多观众说我长得像那个刘仁成加小罗的合体版。但我其实更想长得像小罗一点啊！我说喜剧不是长相哈。我最特别的还是这个我的口音，因为我没怎么会说普通话嘛，你们也听得出来很特别。但是做脱口秀给我带来一个最难的点是，我辛辛苦苦写了很多梗，最后都还没有我的口音搞笑。那除了口音之外，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云南的嘛，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我是那个来自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哈尼族演员。所以就是我现在什么民族话都会，就是最不会的就普通话。但我现在不理解的是，比赛真的很累，现在都已经比到第3轮了。节目组还没告诉我少数民族啥时候才能加分。但可能大家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哈尼族，如果大家去云南旅游，知道有个我们很火的拍照的写着叫哈尼宝贝、哈尼公主。我还真的去显真馆里面看了呀，里面居然有70、80种我们哈尼族的衣服呀，我居然1种衣服也没见过呀。我就说怪不得我们哈尼族以前这么穷呀。我们老祖宗天天研究穿搭能不穷吗？你看别的民族的祖先都在那研究什么机关枪、火炮，我们民族的祖先在那研究 OOTD。那这个地方说出来又如何呢？我小时候有个非常离奇的经历，就是我们那边条件很差，差到什么地步啊？我们那里是整个湖南电视台综艺节目叫《变形记》最大的供货商，差点就把我供上去了啊。就是那些选角导演看到我们那里的山区孩子啊，
都在那里感叹说，这哪是贫穷的地方呀？我们节目组从未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同样是发泄西大陆，他们比哥伦布开心多了，我们比印第安人听话。那刚开始节目组来我们那边挑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状况呀，我们很害怕呀。传闻来了一批人，不知道来干嘛，然后又听说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个孩子消失。大人也不着急，也不去找，回答的也很吓人呀。他说你要想他呀，7天之后就回来了。我们那里大家都很穷，不知道和城里的贫富差距有多大。只有城市的主人公来之后，我第一次意识到贫富差距。因为当时这个城市的主人公跟我们说的是，他录不下去了，太辛苦了，能不能悄悄的带他去县城里面买东西给我们小费？说带了好几千块钱来。我说啊，你带了那么多钱来，你城里爸妈吃什么？拍完之后，节目组说有可能下次还会来挑人，所以我们开始期待呀。自此之后，但凡湖南牌的车子进村了，我们又以为变形记又来挑人了。回家换最渣最辣的衣服，大家都争做这条街最辣的仔。但是我姐还要跟我抢呀，我说姐你不要跟我抢呀，你都要成年了，让给我们小孩子嘛。我姐说要抢的嘛，快乐女生也是湖南台的啊。但我们兴致冲冲的冲过去，才发现原来这辆车子在推销槟榔的，说吃东西提神有劲。在我们这边土地说这些有点班门弄斧呀。还好我们穷，什么东西也没让他卖出去，走之前还给他推销了1车的蘑菇。那其实可能是因为后来真的变形记后来又来我们那里挑人了，他在我们几个人候选人里面挑了一个普通话最好的，说方便交流。你看看他的选人标准，这首先你要穷，其次你要把穷说得最清楚。所以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离变形记很近的原因，我一直有个不大不小的综艺梦想。今年终于被我遇到了这次机会啊！之前节目组3月份的时候让我去北京面试的时候，他通知我去北京面试，我当时就换上了我家最辣的衣服。去了之后，那导演组问我说：“真有你今年准备好上我们节目了吗？”我说：“准备好了呀，我小时候我就准备好了呀。”你们赶紧问我你家条件怎么样啊？所以面试成功之后很开心啊，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家的发小说：“兄弟，我有可能要实现我们小时候的梦想了，我去录综艺了。”他说：“是吗？变形记要出成人版了呀。”所以这个节目在我们那里影响很大，影响到什么程度啊？在我们那里小时候流传着一句粤语：“走出大山有36计，第1计上变形记。”啊，现在终于被我找到了第2季啊，上喜剧之王单口记。而且这次只有做自己，谢谢大家，我真用。哎，大家好，我是宋万博。我最近才听说一个心理学上的词汇，叫抒情障碍，说的就是有些人在情感方面不太会表达，越亲近的人他说话越难听。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家里人都习惯把爱埋藏在心里，所以我们家就是一个障碍家族。比方说我妈，她每次做完饭都想让我们夸她，但她不好意思直接求夸，就以退为进。这个红烧肉怎么样？比吃土强吗？我爸说你太谦虚了，这个肉做的赛砒霜。他全吃完了。我妈说早知道放砒霜了，肯定能剩下点儿。我爸倒是经常夸我，但他夸我那话还不如打我一顿呢。吃饭的时候，我给他递一双筷子，他说：“就是比养条狗强。”再聪明的狗也不会递筷子。那时我才7岁半，我哪听得懂阴阳啊？还在那回味呢，这是好话还是坏话啊？我哥又搭腔了，说：“爸，你说什么呢？边牧就会递筷子。”我那时候也傻，还想着努力超越边牧。而且我们家人吧，怎么说呢？老爱替我谦虚。邻居来我家说：“这孩子安安静静写作业多老实，哪像我们家那个整天上蹿下跳的。”我爸说：“哎呀，你不知道这孩子他傻不拉几的。”
他整天跟个大傻不拉几似的。邻居说：“我那孩子他老爱犟嘴。”我爸说：“这孩子他听不懂人话。”接着两个人陷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攀比，比着说谁的孩子更不是东西，感觉像两个中年 rapper 在 battle， 但他们不 diss 对方，光 diss 自己孩子。而且我邻居说的时候吧，他孩子可不在身边。我爸说我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坐着。我还不能走，我要一走，你看这孩子说他两句就走了。你感觉中国人很多时候啊，都喜欢把好话留给外人，坏话留给自己。你看以前称呼对方令郎、令爱，自己的犬子、犬女，关键犬子都已经算是我的尊称了。毕竟我刚跟边牧打个平手，所以以后我应该叫木子。我姓宋，就叫我宋木子。我其实很想获得我爸的认可，很想。我记得有一回，他请了他的朋友来我们家吃饭，我一推门把我吓坏了，因为他请了10几个朋友，10几个光膀子中年人。我那时候小，我哪见过那么多米其林 Pro 啊！但我还是恭恭敬敬，我说叔叔们好。我爸还不乐意呢，你瞎喊啥呢？还有你俩大爷没喊呢。谁分得清大爷和叔叔啊？我只分得清大爷和大妈。怎么分得清？后来我明白了，在北方啊，跟人吵架的时候一般不提叔叔。所以我很羡慕上海小孩，对吧？管他大爷还是叔叔，统一喊爷叔。哦，不对，上海统一喊 uncle。还有一点就是平时在家里啊，特别喜欢给你上纲上线，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你能端住啥？这个瓷碗端不住，将来铁饭碗你更端不住。怎么说呢？才10岁我就被取消了考编资格，所以我从小跟我爸就不太亲近。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每次爸爸出差啊，你不希望他回来。就他在外边别死，但也别回来。我理想的父亲是大禹。就每次一路过家门，哎，还有一个更理想的父亲是圣诞老人。对吧？早上我醒过来，我妈对我说：“你爸昨晚回来啦，一大早就走了，这还有给你的礼物。”我爸不是没想过修复我们的关系，但他表达对我们的爱，但他那个表达方式啊，只能说是惊悚。我放学回来晚了，我以为你死路上了呢。你看他就不如我厚道，我希望他在外边别死。他也表达过对我妈妈的关心，他那个方式啊更是灾难。我们一块看电视剧，他被电视剧感动了，他想把这种感动传递给我们，怎么做的？突然站起来，指着我说：“你一定要孝顺你妈。”原地干拔。这个价值上的放春晚，你都嫌太生硬了。他愣是说出来了，说完他扭头走了，因为他也觉得太生硬了。我妈还得打圆场，不孝顺我也行，你一定要孝顺你爸。看个剧感动成这样，关键我们当时看的那个剧，它是《水浒传》呢。我爸对我影响很大，在他长期教育之下呀，我逐渐活成了他的样子。我也不会表达。其实我爸每次出差，我真的很想他，但我说不出来。他每次回来，我妈说：“你快去接他。”我说：“好嘞，你去接他。”一到门口，
我们相顾无言，不知道怎么办。外国人会拥抱，我们不会，我们俩就。最后我实在受不了，我朝他敬了个少先队礼。我爸哪见过这个呀？他还了我一个，感觉我们俩还能再来一段课间操。所以我从小到大我都不会表达，我也很少跟人来往，我很容易就把朋友处成父子。但去年我有了女朋友，刚在一起不久，我就在她家打碎了一个杯子。当时我吓一跳，我说我天哪，这么些年光注意端饭碗了，忘了杯子了。我在静候一场狂风暴雨。他走过来说：“你手没事吧？”我说：“不应该先骂我吗？”没有。接下来我们把碎片收拾好，放进垃圾桶。聊天刷剧，没有人再提到过杯子的事情。我说：“哦，原来这个事情可以这么简单就结束啊！我以前可没有经历过，原来能这么简单就结束。”我就感觉属于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今天就说到这里，感谢各位。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北。大家好哈，今天主题赛这个主题叫做“说出来又如何”。说实话，有一些话真的不方便说，你知道吗？当这么多人面呢，怎么好意思呢？我想当明星，朋友们很羡慕，真的很羡慕，很羡慕。每次录节目的时候，庞博、付航出来的时候，观众那个歇斯底里的样子啊，庞博啊，付航，我想要的不止于此。我想要特别疯狂，在大街上走，突然有人认出来啊，小北，很想火，朋友们，很想火得匪夷所思。我很想火成拉布布，其实也是最近想火成拉布布的。我前2年其实想成为林娜贝尔，你知道吧？我想火的，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词都能上热搜，比如文娱榜热搜第1小北脸，第2个热搜微博崩了，第3个热搜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第4个热搜还好这个世界有小北，你知道吗？火到各大品牌都找我代言。但我首选的就是统一春福无糖茶，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啊！不仅是因为产品好，还是因为它从喜单一就陪伴我一直成长。当然了，你虽然找我代言，我要保持低调，我怕别的品牌方看到我只给你代言会生气。统一春福无糖茶是好茶，我也是真的好茶。商务写的都这么好笑，你说说还得了啊？朋友们，我想火成什么样子？我想火到现场的嘉宾都不敢点评我，因为他们怕被我的粉丝网暴。即使有嘉宾啊点评我2句，批评我2句，我也不在意，因为我明白他最近想走黑红路线。他说我段子谐音梗全是烂梗，我让他感受一下北家军全军出击。哎呀，而我没有这样的粉丝啊。回去吧，回去吧。没有这样的粉丝，朋友们，我的粉丝不仅不会替我出头，还会把我推出去。我记得有一次我被饭圈的粉丝骂啊，我的粉丝都赶紧评论，他说你们就骂小北就好了，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哈。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小北那个我先取关了呀，啊，我先看一下这个舆论走向哈。朋友们真的很想成为明星啊！有的演员跟我说，他说小北其实你就是明星，我不是。朋友们，我这个位置确实很尴尬。你说我是普通人吧，我能上综艺；你说我是明星吧，我1年只有2档综艺可以上，还得2选1。我真的是不算明星，朋友们，我顶多算一个知名老百姓啊。但我确实接过几个活啊，有过几次这个明星的体验券啊，每次感觉大家都非常好，对我都很在意。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拍戏，刚进那个片场，所有人都对我特别尊敬，说小北老师好，小北老师好，小北老师好。当时没走2步呢，已经桃李满天下了。对你也是嘘寒问暖啊。刚才坐在休息室啊，问我北哥那个你想喝点什么咖啡啊？我说都行。他又特别贴心，点了一杯美式，点了一杯拿铁。
然后我说你想喝哪杯你就先拿一杯吧。他说他也都行，我俩就僵在那儿了。他特别怕我不好意思，我也特别怕他不好意思，我就最后没办法了。我呢最后呢2杯都喝了一半儿。中间休息的时候啊，所有演员都在室外等着，因为我是主角嘛，我有个商务车可以待着。当时进了那个商务车，朋友们，很舒服。进了那个商务车里面，吹着空调，看着车里的零食，再看看外头暴晒的演员，朋友们，说实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你知道吧？我这也是看不了别人受苦，我赶紧跟司机说：“我师傅，赶紧把门关上吧，赶紧。”人都变善良了，你知道吗？朋友们，当明星真的很容易受到特殊照顾啊！我今年还去北美演出嘛，当时主办方把我当真明星了，带我去了个特别高端的商场，里面全是我买不起的奢侈品。我说这也没啥好逛的呀，啊，他说北这还没啥好逛的。我说对呀，我说这商场怎么连北面都没有啊？这也太不给我小北面了啊！朋友们，真的当明星干什么都容易被夸。那天我虽然什么都没买，但没有工作人员说我穷，他们只夸我低调、热爱运动，你知道吗？朋友们，人总被夸就很难听一句那种批评的话了。我第一赛段输给了门枪，工作人员都安慰我，他说：“哎呀，北开场确实不容易，这个票市容易受影响。”只有我的真朋友跟我说，他说：“小北啊，你这段确实没有人家门枪那段好笑。”当时我就开始反思了，我就反思我当时怎么交了你这么个朋友啊？我就有点生气了。他跟我说：“北啊，你消气啊，忠言逆耳。”我说：“哦，逆耳就是忠言是吧？那我有句话跟你说，滚！”给我气的。但我这个朋友追星，朋友们，他虽然不心疼我，但是他心疼他家的哥哥。有时候跟我讲，他说其实明星很辛苦，小北，明星很辛苦，每天通告很多，作息不规律，熬夜，连续加班，甚至会脱发。我说我身边人都这样啊啊！你不强调这个职业，我以为是程序员呢。哎，他说真的很辛苦，明星很多平时这个压力大，很容易焦虑、抑郁。我说哪个行业都容易焦虑、抑郁啊！啊，我们脱口秀行业就容易焦虑、抑郁。如果你们了解我们脱口秀行业的话，你们知道我们很多演员讲脱口秀之前啊就有抑郁症，有的讲着讲着得了抑郁症，有的一开始有抑郁症，讲完脱口秀之后好了，没红又得了抑郁症。我说明星不容易，你朋友我也不容易啊！啊，我就没见过哪个明星啊抑郁症之后去挂号的，那不都挂在热搜上了吗？啊，而你的朋友连号都挂不上。其实我觉得大家喜欢明星啊，就是挺好的，但不用心疼明星，多心疼自己身边的人啊，因为明星其实过得还不错啊。大家相信我，因为我当过明星。谢谢大家，我是小北，谢谢。哎，嗨，朋友们，你们好，我叫辛博。我32岁了。32岁是同龄人结婚的高发期。第一波结婚的已经开始陆续2婚了，甚至还有3婚。结婚证又复发了。经常在微信上收到婚礼请柬，那种电子请柬收到过吧？作为一个被邀请的人，我只关心什么时间在哪儿办。但想了解到这些信息，我必须得先看一组新人大片儿，没法跳过，咱们就得被他们的爱强制爱。翻了半天，7月2号在秦皇岛阿那亚拍的这组婚纱照，我说你真行，去得起阿那亚，去不起图片水印。那照片怎么说呢？真好看，真甜蜜，但有的时候也真不像啊。我生活里也不长这样，我都眯着眼睛往后滑。滑到最后还是一个植入的广告按钮，叫我也要制作。谁会看完别人的婚礼请柬就说我也做一个。我做啥？我作茧自缚啊。我觉得这种人生大事它不能太商业，那是不是墓碑上也可以刻我也要一杯？
第2杯半价，收藏打卡，升杯。要免广告，得做请柬的人办会员。我研究了一下，婚礼请柬的会员分2种，一种叫包年会员，一种叫终身会员。婚礼请柬的终身会员，就没盼咱们好，活到老结到老，倒是适合那些结婚证高发人群。还能发弹幕，我不喜欢婚礼请柬里边的弹幕过于和谐，咋就没人发？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看吗？他们不离婚，真的很难收场。接。电子请柬最让我讨厌的是它能转发，收到过我前任的，他没给我发，但大家应该都有那种共同见友，谁能不好奇点点？我也转发，发给我爸，用他的手机发弹幕。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新郎不好看吗？快乐持续到见友给我转了一张截图，我才知道这玩意儿后台有个功能叫谁看过我。图中显示辛博第15次查看了你的作品。我就是他婚礼请柬的榜1大哥。还有转发记录。辛博爸爸。通过辛博的转发查看了你的作品，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微信名，可能是知道了我要上节目。以前他叫不慕虚荣。我说爸，你应该改叫慕容复。相比于之前的邀请方式，我觉得电子请柬是不是有点过于方便了？就导致那些不该给我发的人也给我发，平时都不熟，完全不联系，吧唧一个请柬给你发过来。前几天收到一个算是同学，一起在驾校学的车，一个请柬加条语音，老同学想你了。我能收到微信里每一个人呢能产生对话框的都能收到。应该也包括文件传输助手。拉黑他不过瘾，我也要制作，我也给他发，给他冲冲喜。老同学，我在婚礼也很想你。但如果都这么方便了，还没给我发的，那就是不拿我当朋友了，凭什么？对吧？大学室友，我也想不明白为啥有些人就是走着走着就走了。我可以不来，但你不能不邀请我，非常内耗。点他，朋友圈分享一个文章：大学室友，你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仅对他可见。分享一首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亲口唱的，我怕他没有会员，没有反应。随着婚期临近，我愈发的心烦意乱。小某叔说这是婚前焦虑的表现，要我积极备婚，有问题直接跟我的新郎沟通。我鼓足勇气去跟他说为什么不请我，他说发群里了，你没看见吗？我说什么群？他就撤回了。
我看见了。跟我说我结婚来聚聚呗，我也不知道咋回，还是输入法比较了解我。刚打出了祝你，就联想出了早日康复。但回想，就算他第一个就邀请我，又如何呢？我也得在心里边先量化我们的感情，还值多少钱，减去差旅成本。如果是正数，那就是礼金；如果是负数，那就是来不了。他的大喜之日就是我的出差之时。我说不好意思，领导派我去一趟巴塔哥尼亚。婚礼邀请好像对双方都是一件很难直接表达真实意愿的事儿。我想好了，以后我做请柬我就不放时间地点，这样能让大家多看几遍我的新人大片儿。哎，是我划过去了吗？最重要的，它也是筛选，因为真正想来的人会问我，不想来的人我也不想追问，因为我有访客记录。我需要终身会员。谁看过我还没问我的，那我肯定得记他一辈子。谢谢大家，我要信多。大家好，好，行了，稍等。大家好啊，我是载体哈。二楼一直听这个词儿，我的妈呀！咱今天这个